大家好啊，欢迎观看我们新一集的《钢铁雄鹰4》啊。在上一集里面，爱尔兰共和国从经济危机中走了出来，在享受了3年的和平之后，海对面的不列颠联盟对我们宣战。在上一集的最后，我们选择加入德国的阵营。那么在这一集里面，我们又会遇到什么样的故事呢？我们话不多说，马上开始我们今天这集游戏啊。过了14天之后，我们正式加入了德国的阵营。我们现在应该稳住我们的防线，视情况再决定我们下一步的行动。历经多年之后，我们终于再一次和英国人作战。也许情况看起来毫无希望，但我们将战斗到最后，爱尔兰绝不会悄无声息的陷落。到了1940年4月10日，登陆爱尔兰的6个英国师全部都被我们消灭。但我们还不能掉以轻心，因为敌人可能还会有进一步的行动。到了1940年4月22日，我们收到消息，加拿大士兵已经登陆了苏格兰。虽然这个提议并不是很受欢迎，但我们还是决定帮助加拿大。无论是新是旧，他们两个都是我们的敌人。但是最后总统还是力排众议，决定执行这一次行动。因为如果加拿大部队被敌人赶下海，那么是否还会有第二次登陆行动就不好说了。到了1940年4月27日，我们的10个师已经抵达了苏格兰。那么我们这场仗打的究竟会怎么样呢？就让我们来看一看。
我们在击败不列颠联盟之后，又把部队调到了东线，帮助德国击败了俄罗斯。我们在控制了这些土地之后，就成立了新的国家凯尔特联盟，而不再是之前的爱尔兰了。现在战争终于结束了，我们的士兵们终于可以回家了，为明日而战。生活中总有这么一个瞬间，能让最坚强的人也不由得思考当下。对迈克尔·柯林斯来说，这么一个瞬间便来自于众多美国记者提出的一个问题：总统先生，不管怎么说，无数国民都会把你和你留下的遗产视为信心源泉。当你为国家做出许多重要决定时，你会考虑这对子孙后代的影响吗？对于一个大半生都活在当下的人来说，人们之所以能记住他，是因为他的总统身份，而并非是因为他是英雄战士或者革命烈士。早在成年之前，他便已经在为爱尔兰的事业而战，哪怕在祖国独立统一后，他也没有停下脚步。他曾经辗转于各家各户，而现在他又要在竞选活动中辗转于两党之间，击败他的政敌。在经济大萧条期间，他勉强撑了下来；在北方危机期间，也是同样的战斗精神鼓舞着他。尽管如此，他仍历经千辛万苦而幸存至今，大概是成年来头一次。他再也没有什么好战斗的了，反对派难以威胁他的地位，民意调查也始终保持令人满意的水平。爱尔兰社会中的极端分子也已被彻底铲除，他才惊讶地发现，他人生中的这一篇章已然结束。他成为战士是迫不得已，他希望下一代爱尔兰的政治家不必再成为一名战士。倘若人们真心尊重他，那他也希望人们能因他是政治家的角色而尊重他，而并非一名战士。于是他想了一会儿，只是笑了笑，回答说：“确实会吧。”他的伟业或许真能载入史册。一路走来，我们战胜了经济大萧条，也击败了来自外部的敌人，在世界大战中也尽我们所能帮助了我们的盟友。现在旧日的敌人已经再也威胁不到我们了。我想呢，我们今天这一集也就先到这吧。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呢，不妨点个赞啊，再订个阅啊，这样就可以第一时间收看到我最新的视频影片啦。那么我们今天这集就到这里了，大家再见。